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1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20.13，收盘价是217.80，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3.34，最低价是在214.38。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426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71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空头趋势，或者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0月1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向下突破后的下行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然后呢股价一直是在223和214之间在盘中震荡。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也就是收了一根上下影线等长的小红 K 线。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说明当日在大幅低开盘之后多空双方在这个区域内有大量的换手。那么空头呢并没有继续向下攻，多头呢是守住了这样的一个位置，最后生成了一根休息的 K 线，也就是经过这样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之后股价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大量换手。那日后股价如果不跌破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14，那么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对。那么如果说股价继续下行，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跌破9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10这个位置。因为跌破这个位置呢，我们会看到，这是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根反转向下的 K 线，但是这根红 K并没有跌破这两根绿 K 的最低，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将是股价继续下行的一个强支撑。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也就是如果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210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45附近。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235附近。实际在10月11日收盘价是在217.80这个位置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这也是由于消息面的因素，也就是由于特斯拉的这个新品发布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呢使这个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好，那么股价目前是在下行的行进中，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那对于10月1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现在要做一些调整。那由于目前的股价已经跌破了我们之前设定的第一个目标238，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目标取消。然后，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股价继续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将是203，也就是8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好，那这个位置啊，我们会看到，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呢，有一个支撑位，就是9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10附近，它将会成为一个支撑。然后呢，我们还要加一条辅助线，我们来看看。好，那么这条辅助线呢，我们来看看目前股价的一个趋势哈。目前啊，我们会看到股价现在是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那么这个多头趋势已经有了头头高，下方有了底底高，所以这个多头趋势已经被确认。那么股价经过回档之后啊，我们会看到这一波涨幅并没有站上前高，对，然后呢，而是出现了反转向下。所以目前股价所在的位置是，如果我们从4月22日以来去看的话，这是在一个多头趋势当中，然后股价出现了一个横盘的震荡。好，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趋势呢，我们加一条辅助线，也就是一条射线，在这个位置和前面的这个对，我们取两个低点，一个是我们把它调整到精确一些哈。好，一个我们取的是4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另外一个位置呢，我们取的是8月5日这个回档的 K 线的最低。然后那这样一来呢，我们会看到。目前这是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线，那么我们画这条趋势线，作为一个观察，是如果目前股价继续下行呢，那么我们认为，如果股价是沿着这个趋势线继续向上的话，那么这条趋势线和日后 K 线的交点呢，将会成为支撑位。那对于10月14日来说，我们会看到这条趋势线。也正好是在210附近，是在211哈，而且它和这根红 K 的最低是重合的，所以我们说股价下行在到达203这个第一个目标之前，目前210附近将是强支撑。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第二个目标呢，就是182如果被跌破呢，将会瓦解这个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对，那么182被跌破之后第三个目标就是168这个位置，168仅仅是支撑位。那股价如果瓦解了这个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也就是如果跌破了182，那它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下方的138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当然，我们再补充一点，如果股价继续下行，跌破了203这个位置，在到达182之前啊，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个支撑，就是股价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两个低点确认的下行趋势线，这是1号趋势线。那么这条趋势线我们一直是保留的。之前我们会看到有数次股价反弹到这个位置都出现了反转向下，而是自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啊，是第一次突破了这个位置。然后我们会看到又回到它的下方，然后再次突破。那么如果股价继续回档，我们会看到在跌破203之后啊，这条下行趋势线也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在到达182之前的支撑位。
好，那这是我们补充说明的信息。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我们刚刚从 K 线习题解读说在这个地方抱有大的成交量，并且呢，这是出现了一根休息的 K 线，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是有大量换手的。那股价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之后，又抱有大的成交量，说明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买盘进入的。如果有多头力量的支撑，或者说是空头力量减弱，那么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很容易出现反弹的。对，因此股价上行现在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不变，仍然是251，因为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251是前高。那现在的如果我们从9月30日开始来看，股价是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上方有头低，下方在之前一个交易日已经有底低了，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底，也就是这个地方是底低，所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要站上这个第二个头，也就是251。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首先股价要出现反弹，而反弹的标志反弹的标志是在次日不出现新低，而不出现新低，出现了反弹之后，能否继续反弹，要看日后股价是否能够站上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223这个位置。同时还有一个强压力是这个缺口的中线是在228附近，也就是股价不出现新低才有可能反弹，然后反弹之后如果能够站上223或者是228，那么股价才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那如果股价有继续反弹的走势之后，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继续上行去测试这个251。当然在到达251之前还有2个位置，就是这根10月10日这根锤子线的最高243，它也是一个强压力。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到达251之前上方的关键的标志位还是挺多的并且呢还有各条均线值也将是压力位。好，这是我们说股价在到达251之前的几个关键的标志位。首先第一个就是223，还有一个是228。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目标251，如果能够被站上呢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65，然后第三个目标是这个271。如果我们目前再来看股价在这个位置如果出现反弹的话，能够这一波反弹如果能够重新或者说是能够站上251的话，其实我们会看到，那么自8月5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依然是存在的，依然是建立的。包括如果股价比如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回踩到了这个210附近，然后再去震荡上行呢，那么这个多头趋势仍然是成立的。那股价一旦我们说站上251之后那它的目标真正目标依然是271、265，仅仅是压力位。对，271站上之后呢，那我们会看到，那一定会是继续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好，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分析说明。然后我们再来看看10月14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241附近我们关注的是这个前面这根还有长长上影线小红 K 线实体的下沿。对，那么当然在10月11日出现的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当然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10月14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休息 K 线实体的上沿，是220这个位置。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通常啊，出现休息的 K 线，它的实体的上沿和下沿啊，都是比较关键的位置。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数次说过，是有大量换手的。那股价在盘中如果是出现了反弹的走势的话，那如果一直是在这个小红 K 线实体上沿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220下方运行，也就是在这个小红 K 线实体上沿的下方运行，尤其是无论是低开盘还是高开盘，那在这个地方如果遇压力而不能继续向上，出现反转向下，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下行的，对，或者至少会有继续回档的一个走势。对，或者就是横盘向下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关注220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K 线信息。那在10月7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啊，叫做实体长红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在继前一个交易周出现一根锤子线之后，这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那在日后股价会出现回档。那在10月7日当周，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出现了回档，并且呢，这根 K 线是直涨的信号 K 线，在10月7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收盘价跌破了前低，那也就是确认了直涨这个信号 K 线。那我们也会看到股价的收盘价在当周不仅是跌破了前低，也跌破了5日均线值同时下方呢我们会看到也测试了20日均线值，是收在了低位。好，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跌那么日后我们说已经是确认了直涨，那日后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当周的这根实体长红 K 线，它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周呈现的是量缩，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然后成交量缩，股价呢在20均值这个地方又遇到了支撑，然后收在20均值上方。并且我们也会关注到，这是连三绿，这是3根上涨的 K 线，它的最低也是重要的支撑。恰好这根红 K 也是在这个位置得到了支撑。所以说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然后成交量缩，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不出现新低，那股价很有可能会有反弹的走势。那么反弹的走势就是要重新站上5均值。那反弹的时候呢，这根红 K 的中线在233附近将是强压力。对，所以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当然股价有没有下跌的可能？如果出现下跌呢，那么我们认为出现下跌的可能性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会继续出现一根补量的下跌。对，也就是出现一根成交量增，在这里再次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或者至少是一根实体这个中红 K 线。对，好，那我们再来说股价现在下行的支撑位呢，就是这根8月26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03附近，这个位置将是一个支撑。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会测试到这个地方，然后呢股价再回到这根红 K 最低的上方，甚至是20日均线之上方，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我们也不排除会有这样的可能。好，
那总之，如果股价反弹，目前233将是强压力，对于周 K 线图来说。好，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走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给出的预测。在10月7日当周，我们预测如果股价上行，收盘价会在275附近；如果出现下行呢，收盘价会在235附近。对，当周我们关注的是前一周这根实体的中线是在255附近。那我们会看到，在10月7日当周啊，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下方，而且在周中也一直是在我们设定的这个观察线下方运行。虽然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这与我们预测收盘在235这个位置啊，点位相差较大，但是性质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收盘价要跌破前低，也跌破5日均线值。然后保留在20日均线之上方，所以虽然这两个位置点位相差较大，但是这个区域它们的点位的性质是相同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的走势预测的回顾。我们再来看10月14日当周对于周 K 线图，那目前呢？我们认为股价如果继续下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05附近。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好，对。那么如果股价出现反弹，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35附近。我们刚刚说了，233是这个实体长红 K 线的中线。那么如果出现反弹呢，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站上这个压力233这个位置。好，那么周中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周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14。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214。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如果能够在前低214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当然在它下方运行已经是有新低的出现了。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好，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还有一个35%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39.75附近，在这个位置。对，是在这个位置。那么之前呢，我们在10月1日是给出了停利出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也就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在这个地方是有停利出场的。那我们之后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守238这个位置。当然我们也给过守232。好，那么股价目前到了10月11日这个位置，股价的收盘价是在217.8，已经跌破了止损位238这个位置，也跌破了我们给出的232这个极限的位置，所以对于这个仓位现在应该是止损出场。好，那么对于这个多头的仓位，我们描述就结束了。好，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补充一点说明，所有我们在视频当中给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最终我们都是一直描述到止损出场为止。对，那么前面会给出停利的技术建议，还有一个呢，就是只要股价在成本价的上方，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这个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去采取行动。对，
我们描述一直是要描述到止损出场的。好，那这是多头，当然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虽然我们刚刚预测说股价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换手，次日可能会有反弹的走势，但是股价现在空头趋势已经建立，并且在下行的走势中，我们要等待止跌信号的 K 线出现。那这根 K 线啊，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止跌的信号 K 线，但是呢，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需要确认，也就是日后股价要站上它的最高223。止跌才能够被确认，那否则这个地方只是一个休息的 K 线，那股价是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缺口的中线228，当然还有223，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下方的210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对，还有就是下方的203，这是空头的两个目标。那空头要守的位置是223和228。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1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223，第二个压力位是228，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31到233之间。然后第四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包括这根吊人线的或者锤子线的最高是从240，在这个位置一直到243，这是第四个压力位。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214，第二个支撑是210，在这个区域，第三个支撑是203。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0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7，上方最高会到达225，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2附近。出现这样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0，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10，收盘价会收在212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